终于今天14.3了，再不更新我都不知道出啥了。再上个近来没有全息工就想点的版本，虽然分上的挺多，但是一点不快乐。废话说多了，先来分析一下改动，然后照例对环境进行预测，推荐一些大概不会踩雷的阵容。围绕阵容来，首先是原计划泽力相关的。赛博线圈双抗加10，合理加强，影响不大。通量电容器电击伤害对半砍，但是相较于 14.1 通量能玩的版本是加了5点攻击力的，所以电容还是能用，只是削弱了打砍能力。全息弓的暴击增益降低了 33%， 并且没有办法叠加了，宣布全息弓泽力退出历史舞台。二人造人在9击挂阿罗拉的时候会开，回蓝效果削弱了 20%， 也算正常。相关的单卡近的伤害小削没有太大影响，阿罗拉的伤害能力削弱约 20%， 后期更多考虑功能性，不再优先投资法装。然后常用的五费比如佛耶哥、可库珀有一些小的调整，不过对9级上卡选择影响不是很大。相关强化符文、羁绊追踪、适应型的魔像还有赛博便携装大砍两个专属强化肯定是拿不了了。羁绊追踪还是看场面情况，能无痛开去玩圆还是可以考虑。总结来说就是7元计划或者5元计划拼女枪布隆卡牌的玩法仍然能玩，但仅在有电容器时考虑，优先级远远不如有一把全息攻击能定阵的版本。然后是对杀手维恩的改动，维恩的法力值上限和初始蓝条分别增加和减少时，皇子的攻击力收益下调。皇子的攻击力这个倒是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维恩的蓝条还挺要命的。测试服的时候70蓝条的维恩几乎是无敌，战略超频还活着的时候就有满血吃鸡的能力，但是砍到80之后就有些烂分困难了。上版本吃到了皇子加强的红利，7级曼蒂多 C 的3星杀手阵容，节奏变得比较舒服，所以整个阵容玩起来就会比较舒服，是一个具有与卡牌相似稳定性，但是又更能找到上限的玩法。但是这个版本结合环境来看，感觉优先级是会下调很多的，建议多观望再下手。再就是伏牛95相关的改动了，6伏牛基础增伤回调，这个倒是没什么，削弱了一些伏牛的下限，但是伏牛相关的体系卡还有可能会用到的一些高频卡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尤其是厄弗留斯来到正常强度之后，整个阵容在8级就有了支撑点，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作为常规运营的终点的。95那边阿罗拉弱下去之后，暂时看不到稳定的输出位，其他的一些杂项改动再提一提。高频战士小幅加强，这个对有神器的赌纳亚菲利有一些小加强。5执事的双攻收益大幅增加，这个改动方向我认为是合理的，执事现在的问题是没人认为执事是一套阵容，只把它当作用完即弃的收菜机般。一般保留3执事也只是因为加里奥、德莱文、杰卡比较优质，要把卫和妖姬加进来就太牵强了。羁绊不好拼，那为了让玩家把执事保留，可以借鉴炼金或者尊者的思路，把5执事提供的双攻属性加到夸张的程度，或者给全队提供一些通用的属性，给玩家保留这个羁绊的理由。那现在这个数值应该是很不错的，参考对比一下。3执事4杀手1圣灵带塞纳，提供78的攻击力，杰与塞纳受益。5执事2杀手提供80攻击力和法降，杰、德莱文、加利奥受益。脑侧可以5执事带皇子千珏诸妹上9补成卡，连败8弟用杰和2星德莱文所写，用性价比构筑上9找上限。下一点是关于街头的改动，7街头属性增益提升约 13%， 相应的狮子狗布兰德小幅度预防性削弱，配合沙梅拉的加强，可能给7街头高费阵容带来出场机会。另一方面，高街头狮子狗阵容在7级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但仍属于有特点独家可以考虑的一条出路。卡牌大师普攻提供法强由2降至 1.5， 相较于测试服的普攻提供3法强对半砍的，同时加强了基础和特殊卡牌的伤害，这意味着卡牌的出装与双阳刀彻底脱钩，阳刀大天使将会是比较好的组合。小法师削弱，技能伤害下调，相关强化新的高分，奖励门槛提高，建议还是观望一下，暂时别赌了。最后是不会再选的强化符文：星宇手套、逍遥赌侠、赛博便携装、装备收集器、试运行、一验还眼。更细枝末节的，我认为没有那么要紧的东西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可以去官网看更新公告。环境预测环节，推几套应该不怎么会踩雷的。S 级伏牛95重装强袭， A 级圣元裁决高原计划、幻灵战队赌卡牌，
站内超频和火爆的话，得看环境试试才知道。